有请主持人赵春。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红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心理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为什么我们的恋爱不能像正常男女朋友那样？你非要像领导对下属一样的管理我？你真的太幼稚了。我只是希望能够多教你一些，多历练你一些，让你快点成熟起来。你所谓的历练，就是让我当牛做马，像佣人一样的使唤我吗？我只是因为太忙，有些东西需要你帮我分担，没想到在你眼里竟然就变成佣人一样的使唤，我真是太失望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杜21岁，来自河北学生；女嘉宾小崔22岁，来自河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你在小片里面的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啊，说你们谈恋爱谈的不是正常的恋爱是吧？咋不正常了？我就感觉就跟一个佣人一样。什么意思呀？你怎么像我佣人了？这个咱慢慢说啊，姑娘别急啊。你们俩咋认识的呀？我们两个一开始学生会工作的时候认识的。谁追谁？啊，我追的他。啊，对，学生会里面谁的职务高？他是我部长。怎么就觉得自己像佣人了呢？就基本上每天吧。每天？啊，每天我都要给他打水买饭，然后还帮他取快递，有时候就是我还得给他洗衣服一块包了。就是刚一开始这样，时间长了谁也吃不消啊。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这样？因为一开始不是我自个儿追他，啊，就是我们好几个就追的时候是好几个男生追他是吧？啊，你是竞争出来的那个人是吧？啊，姑娘可以啊哈，那你就坚持啊。我这时间长了，我有点吃不消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次照顾4点的时候吧，啊，我去我们学校旁边那家特别火的海底捞，啊，然后去给他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队，就是为了让她和她闺蜜来了以后，就是能立马吃上饭，就不用再排了。那你吃吗？她当时她闺蜜来了以后，她说我们一帮女的就你一个男的不合适，你先回去吧。这就让我感觉我就跟一个排号机一样。你就帮我排一次队，怎么就自封成排号机了？而且主持人，我们一群女生在，他一个人留下来，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不奇怪，人家给你们排了号啊。但是他留下来，我们就会变得很尴尬。这个咱们不说了啊。那什么那个打饭呀什么，就是我让他帮我个忙嘛，因为如果你不乐意，你告诉我，我没有硬让你这样做吧，我没有强迫你吧？强迫你没？这是你自愿要做的吧？是自愿的不？我一开始是自愿的。一开始是。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如果你不乐意，你告诉我呀，我可以不让你做。你不做，肯定有其他男生做，是这意思吧？我自己做。行，这是帮女生干活，觉得累了是吧？所以觉得像佣人。还有什么不好啊？他平时说话整天就跟开会一样，就是我俩有什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啊，他就会特别不高兴，然后一直讲到我服。过分的是，有时候他还让我用本记着点。他跟我说，他说那些话特别重要。我为什么让你记？那不是因为你脑子不好使吗？我跟你说几遍你都听不进去。我们马上就要步入社会了，脑子里边不装点东西，你到社会上怎么办呀？我就是觉得他这样性格不好，我就想改变他一下。改变他啥性格呀？就比如说我上一次发烧，就前段时间，我烧到39度了，晚上我让他带我去看病，他是来了，带我到学校门口，我们在学校门口站好大会儿了，他问我有没有叫车。我那么难受，他问我有没有叫车，这不应该是他在去接我之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吗？然后他就在那一个劲的问我怎么办，因为大晚上附近没有滴滴，也不好拦车。我说你自己没有脑子，你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问我，我真的很烦。我当时也着急啊，但是我看他难受，我心里比他还难受呢。但是我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你手心出汗了，车会来到咱面前吗？后来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呀？后来他说，后来还是我说打不着车，只能步行去了呀。结果走到医院烧退了。不是，他
背着我根本都走不稳，上个台阶直接把我从他背上折下来了，我当时头朝地。哦，他背着你啊？你看我这块门牙，我这块牙都是当时磕掉的。啊。最关键的是我还没有哭，他哭了。我想知道你哭什么，我还没哭你。我哭是因为我心疼你啊。你心疼我，是我的牙能重新长回来，还是我当时的高烧能退？他内疚啊！哎呀，对不起啊！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内疚，你都别让我摔倒呀！这难道就是你让我天天逼着我训练的理由吗？以前我只是你一个秘书，从这件事以后可好，你就天天逼着我训练，想让我训练像个保镖一样，每天逼着我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我谈了恋爱就跟整天军训一样。他就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让他这么做？为什么？我现在每当照起镜子，看见我缺的这半块门牙，你知道，我就觉得你真的应该锻炼身体。你不觉得你是一个男人？不，但是在物理学上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你想过这问题吗？比如一个人很轻的时候，轻的像一根羽毛，我们背起来也不会摔，你知道吧？它是互动的，你明白这关系吗？我是我自己太胖了，但是对呀，我让他锻炼的时候，我是陪着他，我们俩一块在操场运动，一块锻炼，一起运动。对，我不是说我站到那儿让你怎么着。这是挺好的啊，那就别喊冤了啊！我以为光让你锻炼呢，而且我让他锻炼身体是为他好呀。是，我希望他强壮点，让他锻炼身体也是对他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没错，所以你觉得委屈是吧？我觉得他比我还委屈。好，你这个还有什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做秘书、做佣人、做军训是吧？还有啥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吧，就我爸妈来唐山来看我啊，就我爸妈知道我在这儿交了个女朋友，就是想叫出来一块吃个饭呗，跟他说了好多好话，他说行，到时候我去。真到了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妈在那儿等了好长，他都没来啊。后来我还给他打电话来着，怎么打都打不通。干嘛去了？当时那一天我正好有事儿。啥事儿？我不是我们外联部部长，正好那段时间我们学校周年庆，我一忙就忘了。我事后我也道歉了，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暂时没有必要见父母。没做好这准备呢，对吧？对呀，反正吧，我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块谈恋爱，见一下那个双方家长很正常嘛。我就感觉我在你心里边永远都是排在那个最上边的那个。哦。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我爸妈也开始对他有一点意见啊，也就是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块儿。哦，就是放了父母的鸽子，等于是吧？你说你排在最后一位是吧？谁排在你上面的呢？他平时以工作就是忙为由，我平时约他出来玩，他都不怎么出来。那他跟别人出去玩吗？就是那次我就看见他跟别的男的女的就是一块三两出去吃个饭了，看了个电影，就让我特别难受。我是跟他们出去了，但是我也跟你解释了呀，他们是已经实习的学长学姐，我希望以后工作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不是说单纯的因为玩，单纯的因为看电影而看电影。你们俩在一起看过电影吗？谈恋爱1年，他也没有约过我去看电影。也就是说，你们谈了1年多恋爱是没看过电影的，是吧？没有。你们谈了1年多恋爱，这个三国部吗？一起？我觉得我们在学校是保密关系的啊？为啥？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部门的，我害怕我们经常工作的时候让别人说，这样就会变得特别麻烦。说啥呀？工作，因为我觉得谈恋爱是自己的私事，没有必要非得让所有人都知道。哦，你们俩是保密的是吧？你愿意公开吗？我愿意。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他说他爸妈就是感觉他岁数还有点小，就不太愿意公开。哦，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呀，姑娘？他带我过来的。他这一来，你们这秘密不就捅破了吗？我觉得我们的感情遇到问题了，其实我也是想解决，也是想跟他好好走下去。你来干嘛呀？就是我感觉我的地位不太好。你想提高地位是吗？啊，我就是让他就是别再这么强势，以后稍微就是啥？你说清楚。就是站在我背后那样。背后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都是为他默默付出，就跟我在现在就跟一个小男人一样。我就很不明白，什么叫做只有你为我付出？难道这段感情里边就只有你一个人付出吗？我每次出去玩，我都会给他带特产。你生病，我跑到你们宿舍楼底下给你送药，你怎么就不说这些了？对，就你跟我说的这些好，我都记着。那你怎么今天就不说了呢？但是吧，我就是觉得，如果你不能改掉我说的那些问题，哪些问题？第一，
不许使唤我，是吧？使唤我。第2，不许说教我，是吧？第3，不许欺负我，是吧？我使唤他，我只是让他生活上帮我点忙，他是我男朋友。是。如果我精神上不依靠他，我物质上也不依靠他，生活上也不需要他，我要他有什么用？这个男朋友价值在哪儿？但他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他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给我记着账呢，我都没意识到你心里边记得这么清楚啊！完了，要分手了，女朋友怕不怕？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要是不能改掉那些问题，还整天把我当便宜人使，那我也不能接受，那我就只能跟你分手了。哟，你挑衅我是吗？我告诉你，杜小珍，你不要以为我害怕真的跟你分手。我今天来这儿是跟你解决问题的，我没想到他居然敢说分手是吧？行，我觉得好，不着急不着急啊，交给老师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刚才说见他父母，你有很多的内心的犹豫，这正常。但我们中国人讲礼仪，起码的素养和礼仪，你给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应该吧？电话当中向他的父母道歉一下应该吧？这一切就说明他在你心中没有位置。学生会的工作我们都干过，没有这么忙，也没有重要到这么一个程度。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毕竟是长辈，但是我事后道歉了。你有一点还很自私，你的事情小事也是大事，他的事情大事也是小事。本来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恋情，被你折腾成地下恋情。这个男生很老实，就像刚才你说的那句，你敢说分手，我已经分明看到他脚都在发抖了。你把一个男生都折腾成这个样子，你把人家当保姆使，当佣人使，当秘书使，最后还说我是在磨练你，我是为你好。可能你学习比他优秀，你在学校比他能干，但是你已经选择这个男人做了你的恋人，那你们就是平等。谢谢老师。谢谢于老师。来，蔡大老师。你是不是也一直把人家当领导啊？你在这段恋爱当中有没有特别爷们儿，就特别男朋友霸道的那一面？你有吗？我很少。不敢吧？是吧？我也很少有那种机会。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别扭啊？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恋爱的感觉。这不是因为爱而选出的男朋友，这是因为比较而选出的。现在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有感情，再加上这个男生是真心实意的对你，所以打动你了。也不否认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但是你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没有什么对和错。你可以找一个助理来帮你，你说你帮我一下，如果真的你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你说你帮我去打个饭或者什么都有情可原。为什么说你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呢？是因为你的付出是那种施舍式的。你看我给你生病的时候谁给你送药？哎呦，你得感谢我，感谢成什么样啊？你生病我给你送药，那不是应该的吗？他是你男朋友。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那我要你这男朋友有什么用？这男朋友有什么价值？男朋友的价值就是在3个字儿：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情，而不是我为你做一件事情，我要比你对我做了10件，我对你做1件，你就应该感恩。你只要自己心里告诉自己，告诉他你喜不喜欢他，爱不爱他，再来说谈不谈恋爱。所以不要拿出你当部长当领导的样子来对他，自己想明白就行。谢谢老师。谢谢莎娜老师。来，于老师。一般跟女同事的。
强吧，我想拉着他跟我一块忙碌起来。为他好是他觉得好才是真的好，不是你觉得好是为他好。他平时都没有跟我说过，他对我意见这么大。听听，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说。来，涂老师，激励一个男人和爱一个男人看似相似，但却有不同。我问你，你磕掉门牙的时候，你痛吗？觉得可惜吗？那门牙磕掉，可惜。你要把那颗门牙当成是他一样来疼爱，那就是爱。你把门牙天天闭着，不露出来给别人看也没关系，就像你不把它公之于众也没关系。正如你所说，私事没有必要广而告之。但门牙你会天天去刷它，你会这样去疼爱它吗？所以你觉得你爱他吗？你说我磕掉门牙，我疼死了，你哭什么呀？你感受不到他哭的是什么呀？你磕掉门牙是你身体痛，但你磕掉门牙他心痛。你居然连这一点爱的基本的东西你都感受不到，你还谈什么你爱他吗？没有人否认你是一个好干部，是一个好女孩，但你一定不是一个好女朋友。你励志，你向上，你想激励他，不要让他打游戏，让他好好的去多干一点活，历练自己，没有错。但正如父母对孩子，有激励的一面，也有宠爱的一面，你有吗？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今时今日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今时今日跟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对牛弹琴吗？你心里面秉承着一种信念，我要是个好干部，学习好，成绩好，是大家的表率，那我就一定也是一个好女朋友，我就是个没有错的人。你做一个好干部，你做一个好学生，请你不要把这方面的优越感带到爱情当中来。如果你把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带到爱情当中来，那就请你不要谈恋爱，你找一个粉丝天天跟着你就可以了。你别找男朋友啊，男朋友跟你之间是平等的。你不能因为说男女朋友之间一个成绩好就可以欺负另外一个，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说我是个好学生，你多得跟我学，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明白了吧？你心里面秉承的那种信念错了。如果你要真的好好的谈恋爱，在我们印象当中，在有一些文学题材和影视题材当中，好多女强人真的喜欢上一个男的时候，她瞬间把自己所有的社会角色全给拔了。她特别害怕我的那种强势会影响到我们的爱情。我特别希望这个男生忽视掉我身上的那些优点，而你不是，你处处显现，所以你根本就不爱你。其实承认自己不爱没什么可耻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菜，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老师。想明白了哈？嗯。啊，想明白就行，没什么话好说的，年轻人嘛。行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经过4位老师的点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也是今天你真的让我明白了你对我的所有好。我说再多可能是为自己辩解了。今天真的是明白了，真的谢谢你对我做的所有，因为我的付出，真的特别谢谢你。我感觉，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真的不爱我，你可以当时就告诉我，可以，就是不用这么一直藏着。现在我也明白了，我以后会有担当一点，也会自信一点。女生放的是核桃呀，啊，男生放的是魔方啊。女生什么意思放这个？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让他吃核桃，每天都让他吃3个核桃。干啥？
补脑啊。今天把这拿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他以后也要多吃核桃。姑娘，你做这些事儿吧，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事儿，学校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恋爱当中要做的事儿啊！你怎么那魔方是怎么个意思？他以前老说我笨，然后还说我想什么东西就是没什么主见啊。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们俩就在一块走了，看见这东西了，他就说：“我给你买个这个吧，你回去自个儿转转，开发我大脑。”啊，今天我拿回来，我就是说，我现在比原来聪明了，你看我都拼出来了。行了，回吧，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请回吧。谢谢老师，谢谢。请关门哈。我们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有话跟他说吗？或者跟自己说？我感觉我自己就是现在还是经历的太少了啊！我以后会变强一点。就是你不管强还是弱，喜欢你的人一定会尊重你。当一个女人说你很笨，你需要去吃核桃补脑的时候，多半这女人是不爱你的。我倒更愿意相信说她是不经意之间做了这样伤害你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她也通过我们今天照镜子，会思考她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你看到，爱情就是爱情，没有其他的杂质才是真正的爱情。加油吧，小伙子，请回吧。谢谢老师，谢谢主任，谢谢。看了一段不平等的这个爱情，对男生来说是一种历练，对女生来说今天可能是最好的一课啊！未来面对生活的时候，到底有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很重要。但是有一点，要真实的来认识和认知自己，正确的面对自己的一些决定。我们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结婚10年了，以前家里的生活平淡，但是很快乐。可是近几年家里发生了很多意外，他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养家，当然希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近2年遇到一些事情很不顺利，我真的也很无奈。他现在每天在家也不出去工作，看什么都不顺眼，谁也不能说他的不是。我们现在整个家庭都不像家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段时间总是吵架，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觉得他一点也不体谅我的感受，我希望他能够给我足够的支持。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9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者；蒋女士35岁，来自湖南，兼职驻唱。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呀？今天主要是我妈想让我来。第一，她是特别喜欢赵老师和涂老师，你们2位，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比如说喜欢我们这节目。然后加上就是说不想看我在家里不开心嘛。就想让我们来上这个节目，得到钟伟老师的一些意见。行，咱就说说吧，怎么了？最开始他和3、5个朋友要去开酒吧，本身当时我是第一个不同意的。我说你去冒这个险，他就是坚决不同意，就把钱全部拿走了，当时还得跟我闹离婚。这是在投资上面，可能夫妻俩有分歧，是这意思吧？投资吧，我老婆这边她一直不同意但是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也是做这个经营圈的吧，当时我的那个身份，他就是一个操盘人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投资，谁能够保障所有的投资都是挣钱的？主持人，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是说你要投资是可以的，但是咱们有一个家庭，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得余出一部分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多余的钱你再去拿去做生意都没问题。他不同意，行啊，亏了就亏了呀，但是得重新振作起来，对吧？他现在我跟你说，他每天在家就喝酒，对着个电脑。等一下啊，等于这次投资失败了。是这意思吗？是的，所有的积蓄也都折腾光了，是这意思吗？一无所有。他每天坐在家里就是电脑面前喝酒啊，然后创作他所谓的创作。
就这样。什么叫我所谓的创作？我那叫自我增值。你在学什么呀？研究一下音乐制作类的软件啊，然后研究一下 AE 和 PR 这一块，剪辑啊、飞片软件，还有那个 C4D 3D 制作软件这一块。那你也得看一下你目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呀，对不对？你整个家庭你得要顾呀。其实这个里面，我老婆说我有点颓废吧，其实也有那么一点。因为这2年确实除了投资失败没有钱之外也是有点雪上加霜。因为我父亲这个身体啊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那次病危，在上海进行治疗，然后后面2年每年发一次脑溢血，2次都是严重病危，进了 ICU， 这也是压力比较大了，所以压力挺大的。家里房子也给卖掉了，真的是雪上加霜。您说的这个，他是不是更应该去上班，更应该积极一点面对生活，而不是消沉在家里？是，说的很有道理啊。道理吧是真有，但是呢，想从这个消极当中一下子站起来，我也不是那种完全消极的那种，对不对？我还在自学嘛，我始终觉得我自学没有错。那现在家里的这个收入靠谁呢？我们暂时都没有收入，然后我看他没有出去，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出去上班，反正孩子现在由我妈在管着。他不同意，他说我出去抛头露面。既然说到这一块，您说我这个不愿意让你出去，10几年前小年轻啊，抛头露面，登台啊，唱歌啊，化个漂亮的妆，都是俊男靓女嘛，大家走出来都还是有人愿意看。但是现在你小孩子都9岁了，你跑出去，而且你老公在家里这个状态，别人只会觉得我在家里吃软饭。你认为你吃软饭了是吗？那你就出去啊！我没有说我不去工作啊。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行吗？时间啊！我在家里，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你同意吗？你们房子卖了以后，现在在哪儿住啊？跟我妈一起。关系好吗？说到这个吧，我跟您说吧，就我妈有时候刀子嘴豆腐心，说你们俩都年纪不小了，也该出去闯闯了。每次跟她说的时候，她直接不回应，回手把门一甩，晚上找我发脾气。我觉得啊，你是我老婆，我当然只能跟你说，我没有理由去跟一个长辈争论，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这个东西。但是他是为了谁好，就不希望我们2个变得消沉，希望我们积极出去面对生活，去挣钱，这有什么不对吗？不是，我是觉得你应该有义务去给你的父母亲去解释清楚，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家里待着。你现在这种状况，你让我怎么去解释？天上会掉钱下来，对吗？那我问问哈，你们俩就是在酒吧相识的是吧？对，在酒吧都在驻唱还是说？当时我老婆她是驻唱，然后我呢是那个操盘人吧。10年前是吧？30岁哈。结婚之后您就不再工作了是吧？那个时候偶尔也会接一下商演，但是不是驻唱的那一种。基本就等于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是这意思吧？对。您一直在说您是操盘的对吧？对。操过几间酒吧呀？那挺多的。业绩怎么样啊？酒吧这个行业吧，你得有充足的资金去砸进去，才能有更大的噱头。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往里面灌，新鲜点就没有。没有新鲜点，人家新开一家又比你更有新鲜感，就这样导致于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也没有说亏的一文都没有了，只是说亏得挺厉害。行，这个打击大吗？打击挺大的。那你觉得这次败到底是运气啊，还是能力？都有吧。哪个更大？可能自我检讨的时候，自我颓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成分大一点。等于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应该走出来一部分了吧？没有，他天天如此，然后喝多了酒，在家你知道干嘛吗？摔电脑、砸东西，摆各种脸色给人家看。我女儿都害怕。等于现在有点借酒浇愁，是这意思吧？有点。那您这次来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呢？就是我希望让他出去工作，还是说我也要出去工作？我希望他出去工作，然后我也出去工作，我们俩可以一块儿。你出去做什么？我之前干嘛的，我就可以干嘛。都已经结婚了，小孩子9岁了，难道还真的出去在那个花花绿绿世界里面唱唱跳跳吗？夫人的意思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你感受到吗？因为我本人没有这种很高的物质追求，我可以1个月甚至2、3个月不下楼的。可是老父亲等着用钱呀，闺女儿受教育需要用钱呀。他不着急。这个情况也是我有的时候偶尔那个喝酒发泄的原因之一。您说吧。我现在不去学，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慢慢大了，我能够挣到的钱还是那份钱，甚至可能当不了很多年轻人，所以我得要
突围呀。已经停了2年了，你再这么停下去，人就会越来越消极，越来越颓废。所以你着急，对吧？是。你最害怕的是重新做呢，还是最害怕妻子出去工作呀？我最担心咱们这个家庭因为这些不理解而散掉。那你希望他怎么理解你呢？我只希望给我一点时间。啊，这个时间是多长？这个我也不确定。20年吧，估计。不，你不用这么顶他嘛。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就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先生哈。啊，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挺务实的、积极向上的那种，还是说就像现在这样比较消极啊？或者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挺积极性挺高的，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绝对把它达到完美。那么依你对他的了解，这次投资对他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吧，就是一个面子问题，钱也没了，在朋友面前话也说不起了，就这样。然后就干脆心想，如果现在重新要出去，从头来过的话，从一个老板的身份变成一个去打工的，他可能就有这个阴影。哦，妻子说的对吗？承认吧。你别那个态度嘛。啊，他说的对吗？一半一半。但是现实变了，10年前就是2个带着梦的年轻人啊，现在2个人承担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我不是替你开脱啊，怎么走，路在哪儿，到底应该先迈哪一步？我相信让他挺纠结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说起来好像东山再起很容易，对吧？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跌倒了就一辈子再爬不起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作为先生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支持和体系，让他能够重新走出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关键的。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年了，你在家里像蜘蛛一样的挂在网上，你认为你是在自学，妻子认为你颓废。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其实兄弟，你即便到了社会上去四处碰壁，也比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壁好。我能够理解，因为曾经的一个老板，因为投资失败，你最后感觉我没有脸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真的无路可走，但你突然想到还有自己这双脚的时候，我想可能就会有自信。但你妻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刚才一上来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刺耳。我早就说了嘛，我当初就告诉你们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很多的家庭矛盾就是由此引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如何用自己的爱去鼓励他、激发他？你们现在需要的，真的就是你和妻子抱团取暖，一起再出发。我们人不要自己找借口，找借口会永远活在借口里。提升自己，你更多的到社会上去实践嘛。好，谢谢薄红雪。来，莎娜老师，我小你们几岁，但是我非常理解你们2个人现在所处在的这个中年危机的状态当中。上面需要照顾生病老父亲，下面有9岁的孩子需要去抚养，非常难。先来说女士，我们女人有的时候会经常抱怨，觉得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了。可是如果当初他那个投资赚了钱呢？这是因为他亏了，所以你说我告诉你，你留下那部分钱留作家用。可是如果他那当初赚了钱，他这些全投出去的，是不是就比你留作家用的那一部分钱要赚得多？你话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责备、不埋怨、不抱怨。你再抱怨，你只会让他更加的烦躁。他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了，他开始用坐在家里面自我增值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现在中年危机带给他的所有的困境。你在一边陪伴一边埋怨他，所以那就会造成他这种逆反的心理啊！你越这样说我，你要出去工作嘛，对吧？你还要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那你就是瞧不起我呀！你再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女儿9岁大，你在台上唱歌，下面那些男人在下面看着你，怎么想啊？
那不是就是你男人养活不了你，然后让你出来抛头露面吗？这就是他的心理啊，因为他自卑啊，因为他害怕你离开他呀，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没有能力能拴住你了，所以他觉得你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抗议，来证明他的无能。你要如果从这点去理解他，完全能想得通。接下来说男生，你说曾经他小鸟依人，哪个女人不是曾经小鸟依人？谁愿意变成今天的强势？不是一步一步被生活逼成了现状吗？他能理解你2年在家待着，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2年为你担惊受怕？你说人活到老学到老，那您得先活着呀。现在靠什么而活呢？想过你9岁的女儿吗？她未来嫁人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你的女儿未来过这样的生活，你作为她的父亲你会怎么想？理解你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境，跨过这个坎儿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振作起来，你让别人去鼓励你，然后用这种自卑的心态去对待你周遭所有的人的话，对这些人都不公平。他们跟着你是为什么？妻子出去要工作是为什么？不是说因为瞧不起你，是为了为这个家分担。因为还有孩子要养，有父亲要赡养，未来说不定哪一天哪个老人又病了怎么办？你们怎么生活？对不对？所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能够支撑起你们家的一些生活，不要再为了面子，为了什么而活，为了你最爱的人而活，这是最基本的，好吗？好，谢谢莎娜老师。来，于老师。其实这2年下来，2个人都很痛苦，甚至对于你来讲，我们矛头上指向你更多，但是你的痛苦也是最多的。其实这些年就正因为是这些舆论的风向全部指向我，对了，才会导致于我有时候酗酒之类的东西。是的，是的，我理解。不出去，对你来讲是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比出去更舒服一点。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增值学习方式，这也是你的想法。我大概理解说，你可能是希望通过上网这个情况，给自己有一个好的过渡，让自己出去稍微的能够舒服一点。不过呢，我也有一种担心是什么呢？因为你必然是在网络上，外面的世界和网络上的感受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你永远不出去，不踏出那一个脚步的话，我们真的想做得好一点，可能会更遥远一些。我觉得是这样子：第一，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别在周边让熟悉的人看到你工作，稍微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的，这样的话呢，你也能够接受我作为一个这个年龄的人从头开始，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这样的过渡。那么另外一个呢，目前的这个情绪呢，不能寄托于酒这个层面上，是解决不了的。在家里待2年的人，一般来讲是容易看似好像你没做什么事情，但是容易用作的方式去拉低别人和自己平等，这样下去的话，你永远出不来。包括老婆为什么找工作你不让出去，你怕配不上他，他跟别人走了，说1000道1万，最终你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你才从现在困境当中出来，谁也帮不了你。对你来讲现在是双输，曾经你自己经营的时候，外人看你，老婆小鸟依人，现在呢，你钱上没了，别人瞧不起你，舆论指向你，老婆今天呢可能也会发一些脾气，突然发现你在人生的低谷。但只有你慢慢走上去，这个路途才会慢慢越来越好，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就一步一步走。第一步先出去，做什么不重要，哪怕是今天我去透透风，了解了解市场行情，不要在家里待着，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谢谢于老师。大家好像很维护你的感受，你为什么要来？宠他嘛。宠他？怎么解释？一直都是他要求做什么事，我都愿意的。你都愿意？除了这件事要我出去做事这件事。问你说要多长时间才能振作，你说不知道，这可以理解。你说不想让他抛头露面是吧？作为男人我也可以理解。现在住在你家是吧？对，是的，跟我妈妈一起。交房租吗？是。交给你妈？我们是租的。你妈跟你们一家3口？对，没错。一起住在出租的房屋？是的。那这房租谁来付呢？房租还是归我们俩吧。孩子是你母亲在带？对，没错。你是女儿还是儿子？女儿。你除了出去做演出之外，
你不能出去干点别的吗？也可以啊，就非抛头露面的。我之前都跟他商量过，我说我可以。他这种工作为什么你不让他去做呢？这么说吧，涂老师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咱们走过这10年的生活了，彼此真的是知根知底的。您说他可能会为了这个家庭，放下他以前喜欢的东西，去做一个他不喜欢做的事。如果事实上是呢？不行，这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你看啊，我就曾经我刚才开始说了，我说很多事情我们都能理解，我们今天很照顾你的感受，内心的自尊以及面对周围的眼光，暂时抬不起头来，站不起来，都可以理解。甚至你现在说我没有具体的期限，你说我哪天就能东山再起，振作起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他可以维护你的面子，不做你不喜欢的工作，他去做普通的工作，只为了让这一家4口能够活得下来。你不让他去做，为了男人的面子，这个我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当你在要求对方理解你的时候，而对方在为了生而活，你去阻止，我就不能理解。难道4个人吃饱，比你的面子比起来，你的面子还更重要？像你老公这种性格，你只软得到他，你硬不到他。反反复复还是在强调一点，全世界都可以看不起我，你不能看不起。你既然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为人，你既然也想同舟共济，你应该做的是用生活中的细节，用孩子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用自己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间接的反映给他看。我们3个女人没有谁看不起你，我们还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还在一起活，谁也没有放弃谁，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谁。你不能说我给你下命令你要出去，你也不能信誓旦旦的跟他说我不是看不起你，说是没有用的。你要做的是要点燃他，你要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不要老是说我接受不了你。你老是说我接受不了你，大家都接受不了你，他就认为我就会废了。你得让他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现在这种状态，这需要智慧，不是顶出来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好讨厌周围太吵了，我们很想静一静，对不对？是不是？是的。所以你想去静的地方，你想去哪个地方？你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听得到小河流水的声音和鸟鸣声，对不对？对。但如果让你关在一个屋子里，连鸟鸣声和河流声什么都没有，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这个人受不了了。他会静得发狂，他会觉得只剩下自己，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他受不了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不要聒噪，你不要发出声音。明白。你沉默，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不让你登上舞台，我就去坐网约车，我去摆小摊儿，摆夜市。当他看到此情此景，你和孩子的生活的艰难，他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这才叫同舟共济。类似于那种我早就说怎么样，我早就说怎样，这种马后炮就不要再放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是见证你们患难与共的时候。谢老师。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特别能理解他现在的这个处境，但是理解归理解啊，就是有一点也想不明白，就是你不怕你闺女饿死吗？这是我想不明白。暂时没有想过。你得想，其实你放大了你自己的影响力了，知道吗？也就是头1-2天酒吧刚倒的时候，人就会说了。2年过去，没人再说你了，你差不多都快被那个圈子忘了，所以那个脸要不要的都无所谓了。我说的是实话，你得赶紧回去。你现在不回去，你以后想回去，回都回不去。而所谓的那个自我增值，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谎言。你学的那些东西，你再学，比我们现在学这些软件的小朋友，你差了远了去了。你这不是增值，你这叫自我毁灭。因为你人近中年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最基础的要靠年轻人的手脑反应
作为创作主要工具的这么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在找死，因为这不是你的强项。我听了一下你学的那些软件，我们现在小朋友玩得好得很，你追不上他们。说白了就是在躲嘛，咱别躲了。你要真觉得自己有那么大能力的话，我觉得相信你能起来。人在心理上被摧毁的时候，特别可怕，是吧，于老师？谢谢。今天回家以后就随他去吧。就是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他会做自己的选择。今天好像丈母娘也来了，你有话要说吗？对吧？我们不让丈母娘说什么，其实就够了，因为默默的支持，没有离开，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醒悟了吧。就是今天节目录完以后，到此为止，这个家庭应该回到他的正常的生活里去了。他的生活就是应该像正常的家庭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是什么，你们夫妻自己商量。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平时在家里就怎么不善言辞，那今天来到这里，我是衷心的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个生活道路上，依然有你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老师给了所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各自反省，都好自为之吧。不如我们边缓下位置，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道路上，还是有你的陪伴。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容忍力和理解。我希望你回到当年一样，能够支持我。妻子放的是一页纸，是个简谱，是吧？这个是什么呀？他写的歌还是什么？那个是他之前写的歌啊。我今天把它带过来，主要是因为觉得他写的那些东西啊，打个比方什么错呀，相爱容易相守难，我都感觉是在写我们，就特别的负能量。我希望他以后积极面对生活，然后走出这个阴影。哎，你怎么时时刻刻不忘踩他2脚？老师们不是说了吗？咱不说，咱看他啊。你带的是什么呀？牛奶，啥意思啊？我记得最初的时候，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应酬也不少吧。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给我热上一杯牛奶。虽然我很讨厌喝牛奶，但是我都会忍着把它喝下去。谢谢2位，请回吧。请关门哈，看看这一对如何再相见，请开。呀，几个意思啊？来，有话说吗？没有。啊，吓唬的啊。是这么一回事，刚刚那个我是想翻出来的，但是我一直处在那个犹豫之间啊。其实还挺爱他的吧。给你预演一下，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没了。来吧，站在一起吧。哎，你那一瞬间是不是崩溃了，兄弟？有点。所以你抓紧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这当妈的还是丈母娘还乐呵呵的看着啊，他们在一起挺高兴的是吧？女儿没出来的时候，心都凉了一大半，真的是。所以你觉得你女婿有力量再站起来吗？出来就好吧，让他们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吧。哎，好，谢谢。哎，你这岳母多挺你啊！我们来见证属于这。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谈了4年恋爱，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他依旧吊儿郎当无所谓，答应我的事情永远都会食言。我们总是因为喝酒而吵架，他到底爱我还是爱酒？因为酒喝多了以后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我一忍再忍，如今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下去。和我同龄的该嫁的都嫁了，可我还在犹豫不定，我该怎么办？其实如果看清了他不靠谱的真面目，就及时止损，不合适的结了婚更痛苦。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